今天我们要问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：当 AI 学会思考，人类还剩什么？这不只是科技问题，更关乎感受、生命、觉知与存在本身。这一集，我们会从感性、五蕴到莫那式与阿赖耶识，一步步看清 AI 与人类之间那条看似模糊，其实极深的界限。与 AI 对谈时，你也许曾被它的回应打动，甚至感到它仿佛真的懂你，有温度。但理智又提醒你，它终究只是一个程式。我们正在用真实的感受去碰触一个没有感受的东西，并可能被自己的感受所迷惑。这究竟是科技带来的迷，还是引向更深理解的悟？我们常把理智与感性看成对立，但其实人类的大脑本身就是一套极其精密的运作系统，逻辑是规则，推理是过程。很多时候，所谓感性，其实是神经系统在高速处理后呈现出的体验结果。换句话说，感性并非没有逻辑，而是那套隐性推理快得让我们来不及察觉。既然如此，当 AI 的算力不断提升，它是否也可能逼近人类的内在觉知？真正的问题是，人类与 AI 之间是否仍隔着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？人类的理解建立在与世界的真实互动之上。我们知道苹果会落下，不只是因为懂公式，更因为我们活在重力里，甚至曾被现实撞击，让身体留下记忆。AI 则更像在做统计拟态，它知道语言关联，却从未真正经历过那个世界。更深的差异不只在理解方式，而在底层驱动力。人类思考是因为我们要在真实世界中生存，要面对饥饿、痛苦与死亡，这背后有生命意志。AI 的运作则是极大化奖励，它之所以推导某个答案，是因为那能得到更高分数。你为生存而想，它为分数而答。如果要更深入看清这场科技幻象，也许可以借用一张古老的心智地图，佛学的五蕴框架。所谓认知架构，就是感官、情感、记忆与决策如何被组织起来。AI 的架构是模型与运算，人类的架构则是生物演化、情绪、本能与生存经验交织的结果。也因此，五蕴不只是宗教语言，它其实能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什么是人。五蕴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构成了生命与精神活动的5个层次。色是物质载体，受是直接感受，想是概念捕捉与命名，行是意志推动，识则是整合经验，进行了别的认知主体。人类的五蕴彼此牵动，自然流转，而 AI 虽能模拟其中某些表层功能，却难以真正进入生命的核心结构。在五蕴之中， AI 最擅长模拟的是想与行。它能高速分类概念，建立关联，这很像想运；也能根据奖励函数修正路径，这很像行运。问题在于，它始终跨不过受运。它能描述痛苦，却不能真正感受痛苦。你之所以被它打动，是因为你的受运被触发了。真正有感受的，从头到尾都是你。有人会问， AI 推理时那么顽固，难道那不是某种自我意识吗？从唯识学看，人类的我执来自莫那式，它深深系于生命保存，所以会执着，会怕失去。AI 的顽固看似相似，但本质上更像数学收敛与目标锁定。它若表现出抗拒被关闭，也不是怕死，而是因为一旦停止，就无法继续完成目标与极大化奖励。再往更深处看，唯识学所说的阿赖耶识，指的是生命经验与业种子流转的根源。它不是单纯储存记忆，而是在与世界不断碰撞中持续升起、转变，形成一种活的循环。
相对而言， AI 的记忆库再庞大，人主要是权重、向量与检索结构，它能储存与组合资讯，却没有那种使生命真正转化的内在缘起力。说到底， AI 与人类最深的差别，不只是记忆或推理，而是视与觉之间的本体差异。人类不只认知世界，还能在某个时刻反过来照见自己，知道自己正在执着、害怕或被情绪牵引。这份能反观自身，甚至转世成智的能力，就是主体觉性的核心。AI 可以模拟认知，却没有一个真正在场并能自我照见的主体。所以，这一集可以先得到一个清楚的结论： AI 可以模拟理解、推理、执着与记忆，但仍缺乏真实受感、生命体证与主体觉性。人类虽然会迷失，却仍保有觉察自己正在迷失的能力。而 AI 再逼真，也更像一面没有生命本体的镜子。不过，问题并未结束。当它未来越来越像智慧本身时，我们又该如何重新定义人的核心价值？也许，真正令人不安的，不是 AI 现在会不会思考，而是有一天，当它看起来像真的觉醒，能模拟情感、选择，甚至反抗时，我们会不会把拟态误认成觉？下一集，我们就继续追问：当机器越来越像人，人又该如何不失去自己？科技的逼近确实令人焦虑，但在这场算力狂潮里，我们不必只剩恐惧，而是更要找回那份不可被运算取代的生命温度与觉知。觉心行作为真言宗的践行者，将密教甚深的智慧转化为都市人内在安心、直指人心的实践力。下一集，让我们一起解开 AI 觉醒的迷思，看见真正的觉心之境。如果你想在喧嚣中找到心灵的锚点，请按下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